难 ，Hello， 我是有点中女树，人生也好难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令中女树，好久不见，希望你们都好哦。有发了我 IG 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，我这个暑假呢，其实在帮忙带小孩。这个可爱的12岁小女孩叫做 Diana， 我们上个月还一起去了日本旅游哦。这是她第一次去日本玩，她非常的开心，尤其是逛元素的时候，才半天就把零用钱花光光了。如果我12岁的时候去日本玩，我猜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啦。OK， 来回归正题，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介绍我自己觉得租屋时最好用的10个物件。首先，我们先假设租屋处已经有基本的是房东已经有重新油漆过墙面，以及一个简单的书柜，还有一张床。就算是这样呢，也能够靠小物件就打造出一个舒服美观的居住环境哦。那这次就让可爱的 Diana 来当我的小小 model，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第一个好物要介绍的呢是无痕粘土，我超爱用这个东西的。有些情况下呢会伤墙面，或者是因为墙面潮湿而掉落，建议大家还是要买白色比较好，至少还可以补漆嘛。目前这一款算是我用过还不错的，一包是59块，可以收集一些咖啡厅里面会有的可爱传单啊，或是买一些喜欢的明信片，把粘土直接粘在你想要贴的物件背面，按压在墙面上即可。排列都按照你喜欢的方式，小秘诀是随性排列会比较自然哦，不用贴得太整齐。我常常用它来固定所有我想固定在墙面上的东西，像是装饰物啊、纪念品啊，或是玉手之类的，甚至还有毛巾耶。任何你想固定在墙面上的东西，都可以用它来试试哦。如果害怕伤墙面的话，就先试试一张看看，过1-2个月看看它会不会渗透到油漆里面，或是剥下来的时候油漆会不会掉落咯。第二个好物是原木挂钩，这个小东西呢是我在把客厅改造成露营风时发现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哦。一包2个42块，美观好搭配，承重力不错，而且不用钻墙。我一口气就买了5包10个来备用，除了可以拿来挂灯，也可以拿来收纳衣架啊，或是挂包包等小物，能够发挥使用的情境有很大的弹性。我最喜欢这种东西了。第3个好物呢是这种铜线的灯串哦，我通常都是在 Good Old Day 好老日买的。除了长度有够长，有10公尺之外，它也有 USB 的接头可以选择，是我比较偏好的用电的方式。一包才129块。如果有常看到我影片的话，可以看到灯串很常出现在我家，像这样用胶带或是用无痕粘土，稍微在每个小段落就固定一下。尽管只是简单的装点一下你的书柜啊，在下班后看到这些小灯串，还是能感受到温暖的气息哦。那有个小撇步就是搭配插头的定时器，可以设定通电的时间，像我就会设定傍晚啊到凌晨会自动通电，那免除手动开关这个灯泡的麻烦哦。第4个好物则是铁架挂灯，这个灯也是我在把客厅改造成露营风发现的。它通常会卖黑色跟白色2种颜色，灯泡也会附，它可以选白光或是黄光，一组大概349块。但我都会自己再另外购买爱迪生 LED 灯泡，避免太刺眼。晚上睡觉前啊，想在床上阅读或者写日记的时候，不需要把大灯打开，只用挂灯就行。那它又比较美观，跟那种书桌的台灯比起来，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。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咯。再来就是第5个好物咯，第5个好物是组合式抽屉柜。这个好主意呢是来自于我以前的同事，由于搬家太麻烦，所以他都是使用这种组合式的抽屉柜，放衣物啊、杂物啊，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。搬家时候全部叠在一起，胶带一捆就上货车，真的是有够聪明。要是觉得塑胶太软，没办法当桌面使用，你也可以在虾皮定做一个桌板，往上一摆就是一张桌子了。我目前使用的是 B&Q 的，直接往衣橱里面摆放，你也能够创造出非常实用的收纳空间哦。都依照你的使用习惯来组合就可以咯。
再来就是第6个好物咯 ，IKEA 的推车不能不知道。这款附带轮子的推车有分大款跟小款，是799跟899，有多种颜色可以选。目前我已经买了4个放在家里，无论是拿来放器材啊、文具啊、零食备品或是化妆用品，都非常的好用。尤其是跟大创的收纳盒搭配使用，根本天下无敌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帮室友收纳化妆品的那一集，而且最新的颜色出的竟然是超梦幻的紫色哦，我超想买的，快阻止我！第7个好物是感应式的垃圾桶，这个东西就好在不会弄脏你的手，尤其是女生经常需要化妆擦保养品的时候，更不喜欢手就放到垃圾桶，擦脚趾甲油还要去脚踩也会很麻烦啊。于是我厕所跟房间都是用感应式的垃圾桶，用过真的就回不去了。我目前这款是 Decopop 的，550块，脚轻剔也可以开盖哦，真的非常方便，没有骗你们。第8个好物是充电式电风扇哦，这个不得了！我有次跟朋友出去，他带了这个露营用的风扇，是 Claymore，1800块。我开了整一整天都还有电，于是我就被生火了。尤其是我们家里空间很不足嘛，我又很讨厌那种传统的风扇，很难以收纳啊，大厦型的或者是没有叶片的那种，也都超大一只。这个风扇不仅可以充电，不用被线绑住，还可以连接相机的脚架，也可以吊挂啊，盖子还可以拆，清洁散叶超方便。它又很美型又很轻盈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年夏天又下单买了一个，你说能不买吗？我觉得这个真的超方便，超推荐的。再来就是第9个好物咯，是自动洗手机。其实我以前洗手呢都是按压沐浴乳，然后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嘛，洗手次数就变得很多，按压沐浴乳啊或者是肥皂都变得我觉得不是很方便，而且手的皮肤变得超干。聪明如我呢，找到一款不需要买特殊的洗手液去放在那个洗手机里面，你只需要用你原本的产品去稀释就可以出泡的洗手机，一台299，预测及厨房我都各放了1台，不仅很方便，还节省了洗碗巾的用量哦。我觉得我根本好棒棒。最后呢是第10个好物是电子锁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太会忘记带钥匙，所以除了我爸啊，还有住附近的朋友那里啊，我都会放备用钥匙。我甚至用过那种密码盒锁在那种1楼大门，直到今年我决定我放弃带钥匙了，直接升级成电子锁，从此我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了。现在的电子锁不仅可以用密码开门，也可以用卡或是指纹，以及还有 APP 的进出记录，你也可以用 APP 开，不仅方便又很安全。如果你怕没电，也有备用电源的备案，真的很建议大家安装。那我买的这一组呢是2280，安装的工资是2000块，要另外加上去哦。那至于楼下大门的电铃系统，因为关乎于整栋楼的用户，所以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那个开门的按钮。我自己就买了那个晶片控制，一片大概250块。这部分你可以请教专人来安装，或是你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安装的方式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啦。但是从此不用带钥匙，根本比上天堂还快乐。好咯，以上就是我个人推荐的租屋10个好物。无论你是刚要租屋啊，可能刚考上大学啊，要租套房啊，还是正苦恼要怎么让居家的环境变得更舒适，都可以试试看以上介绍的好物哦。其他的小撇步就是在房间里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啊，以及买一些喜欢的床组啊。更重要的就是注意整洁咯，家中的整洁比任何装饰都还要重要哦。如果喜欢我所介绍的物品，都可以在资讯栏找到相关连结。有任何的问题呢，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，我都会尽我的能力回答你。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！你真的太棒了，你妈知道吗？